视频中身着蓝裙踉跄摔倒的这个女子不是别人，正是撒切尔夫人。这绝对是历史性的一摔。此时的撒切尔夫人已经意识到，在香港问题上，英国已经没有谈判的筹码。让我们将时间拉回至1982年。1982年9月24日上午9时，撒切尔夫人准时来到北京人民大会堂，与邓公商讨香港问题。撒切尔夫人一向蛇忙于剑，爱好争论且善于辩论。她此次来华信心满满，决心用她一如既往的强硬作风，在香港回归问题上对中国施压，甚至不惜以武力威慑。但很快，这位铁娘子就心碎了。她在中国钢铁公司面前吃了瘪，落得下风。撒切尔夫人深深地意识到，在香港问题上，英国已无能为力。谈判结束后，撒切尔夫人步履匆忙地走出了人民大会堂。忽然之间，她的右脚不慎在倒数第2级台阶滑了一下，摔倒在台阶下，铸就了摔倒的铁娘子这一经典一幕。尽管事后邓公指示将影响降到最低程度，但依然被华盛顿邮报捕捉到了噱头。他们以香港将成为铁娘子政治生涯的滑铁卢为题目，大肆宣扬，让英国的外交声望也跟着摔了一跤。就在3个月前，英国才刚结束一场举世瞩目的大规模海陆空联合战争——马岛战争。这场战争既证明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英国依然有很强的实力，也让撒切尔夫人的国内和国际声望达到了顶点，向世界展现了一个强硬的铁娘子形象。而3个月后的香港问题谈判，撒切尔夫人罕见的在外交方面吃了瘪，也能从侧面看出撒切尔夫人的心理早已崩塌。今天就捋一捋撒切尔夫人的外交政策，看看铁娘子在外交上有多铁。大英当年有多强，不用多说，在18至19世纪，世界的各个角落都插着大英的米字旗。24.41万平方公里的国土统治着3000多万平方公里的殖民地，是当之无愧的世界第一强国。但2次世界大战把大英给打残了，各个殖民地纷纷要闹独立，彼时英国连自己国内的烂摊子都管不住，便只能放任这些殖民地独立。其中马岛跟诸多殖民地问题不太一样，这是一片鸟不拉屎的不毛之地。马岛全称马尔维纳斯群岛，由700多个小岛组成，这儿年平均温度 5.6 摄氏度，一年有2/3的时间都是雨雪天气。截至去年人口也不过3700人。不过这儿的自然资源还算丰富，光石油就有约600亿桶的储量，天然气也能供应25年，还有70多万只羊。大航海时代开始，拉丁美洲要么姓西，要么姓葡，其中马岛的主权就归属西班牙。在1767年至1816年这几十年间，西班牙前后派了20任总督在马岛这里当差。直至19世纪初，拉美独立运动中，阿根廷人打的西班牙殖民者丢盔弃甲，不但实现了国家独立，还一鼓作气追到了马岛，把马岛也解放了。可没过几年，英国殖民者又卷土重来了，开着军舰把马岛上的阿根廷人又给赶走了，一待就是150年。中间阿根廷人也曾抗议过英国政府，但多次交涉都没什么结果。1976年，阿根廷军政府政变上台。1979年，一名叫加尔铁里的少将军官通过政变成了军政府的统治者。如世界上大多数军政府独裁一样，加尔铁里政权对外是美国的铁杆孝子，自称是美国人养大的儿子，对内是屠夫民贼，上万名左翼人士被杀害。同样是这一年，撒切尔夫人也上台就任英国首相。面对世界性的经济危机，撒切尔夫人用强硬手段推行私有化改革，挽救英国经济。而加尔铁里则继续摆烂不管，导致阿根廷的通货膨胀率高至 600%， 人人都对加尔铁里恨得牙痒痒。面对沸腾的民怨，加尔铁里想到了他自以为的妙计，对外打仗转移国内矛盾。加尔铁里美滋滋地琢磨着，马岛一直是阿根廷人的心头病，把马岛收复了，那岂不是成了民族英雄了？以后谁还敢说我坏话？此外，加尔铁里还有2个天真的想法：一是美国肯定会帮阿根廷，毕竟我都认里根当爹了；二是英国现在很弱，印度都不要了，能顾得上要马岛这块鸟不拉屎的地方。无关代英如土鸡瓦雀尔，无关撒切尔如插标卖首尔。你是铁娘子，我是加尔铁里，咱俩比比谁更铁。1982年4月2日凌晨，在茫茫夜色之中，乘军舰赶来的3000名全副武装的阿根廷海兵悄悄溜上了马岛的斯坦利港。在登陆之前，阿根廷海兵本以为这会是一场激烈的登陆鏖战，结果英军根本没打算长时间抵抗，因为他们只有不到200人。当时英军一看这么多人围上来，象征性的抵抗后，就直接缴枪投降了。事后，加尔铁里迫不及待地宣布马岛成为阿根廷的第24个省，他也如愿以偿地获得了民众的拥戴。之前街上常常有骂他的游行示威，如今街上全换成了夸他的示威游行。压力来到了戴英这边。
一向强硬的撒切尔夫人狂怒不已，宣布立刻与阿根廷断交，并组建战时内阁。48小时内完成了战争动员，出动了118艘舰船、270架飞机，地面部队9000人，可谓声势浩大。同时，他向联合国递交了要求阿根廷撤军的草案。这份草案最终以10票赞成、1票反对、4票弃权的方式通过，并且顺带手的鼓吹阿根廷与苏联关系密切，挑唆阿根廷与美国的关系。这一下加尔铁里慌了，他万万没想到英国真的会跑这么远来争夺这个人口稀少的岛屿。英国离马岛有多远呢？足足13000公里。相较之下，阿根廷距离马岛就近多了，仅600公里，大致相当于从青岛坐船到韩国登陆。为这么一块遥远的飞地大打出手，英国真的至于吗？答案是至于，理由和加尔铁里几乎一样，也有转移国内矛盾这一原因。上一期我们提到了撒切尔夫人的经济改革，引发了国内很多敌视情绪，这一点撒切尔夫人自然心知肚明。为了挽回民众的好感度，这一仗她必须打好。为此，她还在议会演讲时高呼：“支持我吧，支持我就支持英国。”但打赢这一仗并不容易。尽管阿根廷军队实力、武器装备都非常拉垮，但英军并没有做到碾压。毕竟英军也几十年都没打过仗了。果不其然，在开战后不久，曾经称霸世界的英国皇家海军就损失了自己最拿得出手的谢菲尔德驱逐舰，之后又有多艘护卫舰、驱逐舰、登陆舰被毁。阿根廷空军的超低空俯冲式轰炸给了英国留下了极大的心理阴影，令英国海军难以招架。本该速战速决的一战，硬是拖了2个多月，直到6月14日，困守马岛的阿根廷军弹尽粮绝，被迫投降。对于英国而言，马岛战争胜利的政治意义要远大于军事意义。不争馒头争口气，撒切尔夫人让英国国民做了一回维多利亚时代的梦，她也得以在1983年的大选中成功连任。马岛战争的背后还有一个大国的身影——美国。作为当时世界最强大的国家之一，加尔铁里敢叫板英国，正是因为觉得美国肯定会帮衬他一把。结果美国看都不想看加尔铁里一眼，转头就为英国提供军火、武器、情报等。深度剖析一下撒切尔夫人时期的美英关系，就会搞懂撒切尔夫人外交政策的思路，务实。同为无常国家，英美语言互通，这一点上就比其他国家亲近不少。1战、2战中，英美也始终属于同一阵营，因此在冷战时期，美英一直保持着特殊关系。尤其在撒切尔夫人上任后，英美的关系好得跟一家人似的。当时撒切尔夫人将恢复与美国的特殊关系为重点，几乎美国说什么，英国就跟着做什么。在国际外交和军事行动上充分配合美国，甚至允许美国在英国安放巡航导弹。美国曾经是英国的殖民地，现在英国几乎完全沦为美国的附庸。难怪英国经典喜剧《是首相》中会说，英国可能要到下个世纪才能迎来完全民主。撒切尔夫人如此做的原因大致有3：一、冷战时期，在英国的国际地位、经济实力一落千丈的情况下，英国一直恐惧着苏联会打过来，到那时英国将毫无抵抗之力，因此在英国看来，背靠美国好乘凉。2、撒切尔夫人更加坐稳了英国首相之位，这点在马岛战争中最为明显。英国在战争前期跟阿根廷打得难舍难分，很大原因是因为情报问题，预警雷达都得借智利的，这显然不够，这时美国的情报部门就派上了用场。3、在英美特殊关系之下，英国连带着能参与到各种大国事务中，尤其是对苏联态度中，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英国充当着美苏之间的调停人，国际地位得以提升，这对一个没落的帝国来说是非常欣慰的。铁娘子这个外号是苏联人起的，意思是为了抨击撒切尔夫人铁石心肠。对此，撒切尔夫人欣然笑纳。彼时，撒切尔夫人意气风发，自信满满，她认为自己苏联都能对付得过来，中国就更不用说了。但这位铁娘子这会儿真碰了钉子了。撒切尔夫人奉行的是一种实用外交，简单粗暴来说就是欺软怕硬。撒切尔夫人一贯的外交作风是用丰富的知识与出色的口才来驳倒对方，但她没想到这招对邓公来说毫无作用。1982年9月24日上午，人民大会堂中，撒切尔夫人提出了《南京条约》《北京条约》展拓香港戒指专条等清政府时代的不平等条约，咄咄逼人地称这些仍然有效。对此，邓公强硬地回复道：“主权问题是不能够谈判的。”随后，邓公又缓缓地说：“中国人是穷了点，但打起仗来是不怕死的。”面对邓公的硬碰硬，撒切尔夫人渐渐处于下风。他知道香港问题不是马岛问题，中国也不是阿根廷，如果动用军事手段，英国指定没有好果子吃。铁娘子碰上了真正的钉子，她忧愁地对驻华大使说：“邓小平真残酷啊！”撒切尔夫人奉行的是务实外交，而外交硬气是建立在国家实力足够强的基础上。当面对中国这样强大的对手时，她的强硬就显得更加乏力了。1997年中英香港政权交接仪式上，撒切尔夫人如约出席。
在看到英国米兹奇缓缓下来时，撒切尔夫人心中不免一阵惆怅。她知道英国再难复苏100年前的荣耀，撒切尔夫人一生饱含争议，毁誉参半，英国民众对她更是爱恨交织。但她已经竭力做到最好，努力维护住了英国的大国尊严。只可惜她之后的首相一代不如一代，让英国朝着下坡路一路狂飙。印度农业开始告别靠天吃饭的传统模式，逐步走上了科学化、系统化的现代农业道路。不过，要真正扭转整个国家的粮食局面，仅靠技术更新还远远不够。印度政府在政策层面做出的调整更是关键所在。过去长期被忽视的农业投资重新被提上日程，财政支出逐步向农村基础设施倾斜，特别是在水利灌溉体系建设方面投入大幅增加。此外，政府着手建立覆盖全国的农业信贷体系，设立国家农业发展银行、土地开发银行和地区农村银行等一系列金融机构，为农民提供低息贷款，有效缓解了农业生产中的资金紧张问题。这些举措不仅提高了农业生产的稳定性，也大大增强了农民种地的积极性。到了1990年代初，印度农业虽已取得显著成效，但随着人口继续增长，耕地资源趋紧，加之第一轮绿色革命的红利逐渐消退，农业增速又开始放缓。时任总理曼莫汉·辛格敏锐察觉到这一隐患，提出了第二次绿色革命的战略构想。这一轮改革的重点除了继续推动农业科技创新外，更注重体制建设与全产业链联动。政府不仅加大了对农业科研机构的投资，还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农业大学和推广站，鼓励农业人才深入一线，指导农民改进种植技术。同时还重视发展农产品加工业，通过财政、税收、技术等方式，引导农产品由初级形态向深加工转变，提高整体附加值。这不仅使印度摆脱了单一依靠初级农产品出口的路径，也提升了其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随着粮食产量的持续上升和内部供需的结构性改善，印度逐渐具备了对外出口的能力。从上世纪末开始，印度的大米、小麦出口稳步增长，出口目的地涵盖中东、非洲、南亚甚至欧洲。据统计，印度已经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稻米出口量前列，成为继泰国之后的重要供应国。不仅如此，印度还积极将棉花、香料、豆类、蔬菜等特色农产品推向全球市场，出口规模逐年扩大，农业创汇能力显著增强。从当年被迫依赖进口、饥荒频发的粮食告急国，到如今成为全球粮食出口的重要玩家，印度完成了一次跨度半个世纪的农业逆袭。然而，当我们把目光从出口数据上移开，去看印度普通百姓的餐桌时，一个令人尴尬甚至沉重的现实随之浮出水面。这个每年出口上千万吨粮食的农业大国，却依旧有着数千万民众长期生活在饥饿线上。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数据，印度至今仍是全球饥饿人口最多的国家之一，约有2亿人处于不同程度的营养不良状态，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儿童，发育迟缓、体重不足的情况普遍存在。有时候粮仓里堆满了谷物，但农村贫民窟里的人们却为了一顿饱饭而四处奔波。这种反差不仅让人追问，为何一个粮食产量年年增长、出口日益壮大的国家依旧无法喂饱自己的每一个人？问题的根子并不在于粮食总量的不足，而在于分配机制的失衡与结构性的漏洞。印度的粮食分配体系长期依赖公共分配系统，这是一个政府主导、依靠定点发放粮食补贴的系统。理论上讲，它覆盖全国范围内的贫困人口，为其提供基本的口粮保障。但现实中，这个系统一直存在效率低、腐败多、资源浪费严重等问题。许多真正需要帮助的低收入群体拿不到配给，而中间环节的粮食却被层层侵吞，甚至流入黑市。即便粮食本身充足，也难以精准地送达到每一个饥饿的胃口。除了制度漏洞，城乡差距与区域不均也在持续拉大印度的隐性饥饿问题。绿色革命虽然提升了总产量，但其成果主要集中在北方的几个邦，如旁遮普、哈里亚纳和北方邦。这些地区的基础设施完善，水利条件好，政府扶持力度大。而像比哈尔、贾坎德、奥里萨等东部和中部邦，由于地理条件差、投资薄弱，粮食生产能力一直较低，民众对政府粮食补贴的依赖程度更高，生活风险也更大。这种区域性的农业发展不平衡，使得有粮却饿人的现象在印度变得常态化。此外，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那就是农业成就背后的结构性贫困。印度大多数农民是小农户，土地细碎，经营规模有限，抗风险能力极弱。一旦遇上气候异常、病虫害或市场价格波动，收入便大幅缩水，生活极易陷入困顿。与此同时，非农就业机会匮乏，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过程中，往往又因为缺乏技能与社会保障而沦为城市平民，
继续在饥饿与贫困的边缘徘徊。更深层的原因还涉及到印度社会长期存在的种姓结构和资源分配不公。底层民众，尤其是贱民群体，在教育、医疗、土地等资源上始终处于边缘，缺乏通过自我发展摆脱贫困的通道。他们即便生活在粮食主产区，也可能因为社会身份的限制而难以获得公平的分配和政策扶持。这种历史遗留问题成为印度农业成就无法惠及全民的又一道隐形屏障。与此同时，粮食市场的资本化趋势也加剧了这一矛盾。在印度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大型粮食贸易商、跨国出口公司和本土资本逐步掌握了越来越多的流通和定价权。与其说国家选择出口，不如说是资本在推动出口。对这些掌握物流、收储、渠道和金融杠杆的大资本而言，粮食出口利润更高，回款更快，风险更可控。与其费心在国内低价销售，不如将优质农产品直接推向国际市场。特别是在国际粮价上涨或政府出台出口补贴政策时，资本更倾向于将大量粮食集中出口，而不是留下来满足本国的基本民生需求。因此，尽管印度的农业生产在数字层面实现了巨大跨越，但要真正解决全民温饱的问题，仅靠产量增长远远不够。只有当这些结构性问题被正视并逐步破解，当粮食真正能走进贫民窟的锅里，而不是停留在出口报表中，印度才能真正告别饥饿。让每一位农民不仅能种出粮食，还能吃饱饭；让每一位孩子不仅能进学校，还能有营养的成长。这才是印度农业崛起的最终价值，也是这个14亿人口大国应当肩负起的责任。